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时隔2年的《魔戒之力量之戒》上线了，我很期待。其实第1季我就挺喜欢的，所以第2季我们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废话不多，先看剧情。故事一开始回到了第1季凯兰带领搜索小队到过的弗罗德地区，而此时是第2纪元的初期，索隆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但奥克对这画大饼已经厌倦了。忽然一个来自身边的偷袭让索隆感到气氛不妙，索隆咬牙切齿地杀死了这个偷袭者，一刀一刀把那张臭脸戳得乱七八糟，试图威慑那些想要叛逆的家伙。这是一场加冕典礼，旁边是索隆信任的大将军阿达尔，他接过呈上来的3叉戟王冠，带领大家高呼万岁，转身为索隆加冕。索隆不放心地看了一眼阿达尔高举的王冠，低下头等待。没想到最忠心的阿达尔竟然用3叉戟王冠狠狠地扎向了他，被忽然一击的索隆大吃一惊。不过他可是麦芽，用这区区破铁怎么可能杀死他呢？但周围的奥克不容分说，一拥而上，把利刃直捅向他，瞬间他就被团团围住，身中数刀，无法脱困，最终被砍成烂泥，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缓缓让开时，突然尸体爆发出一阵巨大的力量，寒光之下山河骤变，世界瞬间被冰雪掩盖，众生物都被震晕了。当阿达尔从昏迷中醒来，死去的索隆只剩下了一件破衣服，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奥克们高呼着阿达尔的名字。谁也没注意到索隆血肉化成了黑水，顺着砖缝渗入地下，穿过泥土，在黑暗冰冷恶臭的地下深处聚集着。他靠抓捕老鼠和蜈蚣、蟑螂这些害虫为生，一点一点聚集力量，凝结成一块浑身长满恶心触角的毛线虫，然后找到通往地表的出口，重见天日。他从山上一路孤勇到山下，粘在一个过路的篷车轮子上，吃掉了女车主，变成了第1季中凯兰在海上碰到的哈尔。索隆复活了，在荒野中游荡，想起阿达尔和奥克们的背叛，气得泪湿双眼。这一天，他碰到一群逃难的人，一个老者善意地提醒有奥克在杀人，不要去他们来的那个方向。索隆注意到老者带着的一个徽章，那是一个已经覆灭的王国的徽记。老者全家曾是这个皇族的仆人，他之所以还带着老东家的徽记，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命运多舛，顺其自然，哪怕强大至极的人也得向命运屈服。一席话让索隆深以为然。即便如此，老头还是乐观地安慰索隆，绝境往往是另一个起点，只要怀抱希望，就能绝处逢生。最后，索隆在老头的邀请下，跟随难民一起前往海边，乘船去寻找新的机会。在船上，老头对索隆非常友好，却不知深海巨怪正在偷偷接近船底，发起攻击。木船瞬间破损漏水，老头也被木块压住了。索隆根本没有对老头有丝毫的感恩之心，而是冷漠地一把抓起老头的徽记，转身离开。船被撕碎，索隆在海中与巨兽面对面，似乎是恐惧索隆的威力，巨兽落荒而逃。索隆和幸存者们依靠一块破损的残骸在海上飘荡，忽然一声求救声，精灵凯兰出现在海中。命运果然向索隆开启了希望之门。前面这段开场回忆非常不错啊，我很喜欢，没有直接把第1季说一遍，而是借助索隆的回忆，代入感很强。时间来到上1季的结尾，精灵3界已经制造出来，凯兰纵马追逐着狂奔的艾隆来到了埃尔隆德。至高王吉尔加拉德召见了凯兰，见面就质问事情真假。凯兰满脸生气地瞟了一眼至高王身边的艾隆，看来艾隆把什么都跟至高王讲了。在上1季末，艾隆来到救起凯兰的水边，发现遗落在水草中的历史卷轴上显示哈尔身份徽记的王国已经覆灭了，并且没有后人，而凯兰对此事却只字不提。3枚精灵之戒已经制造出来，艾隆握着卷轴，眼中闪过对凯兰的疑惑。此时艾隆拿走了精灵3戒来找至高王定夺，凯兰纵马追逐，是想抢回戒指。至高王当面询问哈尔和精灵3戒的事，凯兰不能隐瞒了，吞吞吐吐地说出那个哈尔就是索隆。这个消息令大家惊恐，冷静思考后，至高王要求看精灵3戒，
他本打算离开中土的，但现在索隆的出现让他决定留下。这3枚精灵戒指将是对抗索隆的关键。艾隆反对，他觉得索隆在凯勒领主制造戒指时参与过多，也许戒指是索隆用来吸取力量的阴谋呢，所以戒指应该马上被销毁。至高王不相信这个说法，要求艾隆交出戒指，没想到艾隆固执地拒绝，并拿着戒指转身跳入了山崖。另一边，索隆现身于南境的摩多，这里被源源不断喷射出来的火山灰覆盖着，万物凋零。奥克抓住了那些人类当做自己的奴隶，索隆正在其中。阿达尔在这里自立为王，被抓住的人类只能在效忠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索隆化身的南方王国的幸存王子哈尔也被带了上来。索隆的化身是精灵和人类都无法辨认的，但显然阿达尔的微动作有些感觉异常，也许是精灵的直觉吧。但是索隆一开口就打消了他的疑虑。索隆以人类王子的身份要求放了自己的子民，阿达尔当然不同意。于是索隆提出，加拉德瑞尔的精灵正在通过一个巫师制造强大的法器，他愿意以此作为交换条件。阿达尔很清楚自己的绝对优势，他拒绝交换，而是威胁索隆，要不说出来就让他生不如死。貌似谈判失败的索隆被关入地牢，忍受鞭挞。不安似乎已经开始出现。奥克卫兵忽然询问阿达尔，索隆是否会回来。阿达尔坚决地告诉他，索隆已经死了，但这种不安似乎依然笼罩在他的心中。地牢里有坐牢看守，囚犯根本插翅难逃。索隆没有在狱头的鞭打下屈服，狱头的劝说也没有效果，他恼羞成怒地倒掉了索隆的晚饭，又一顿狼牙棒伺候。夜深人静后，索隆从地上拿起了被倒掉的骨头，骨头上的一小圈肉引得饥饿的坐狼差点连同这个孱弱的囚犯一起吞掉，但转眼他就在索隆的咒语中变得温顺礼貌。阿达尔看着这个不愿屈服的人类王子，有些动容，于是说起自己的往事。13个精灵获得魔苟斯的祝福，为了得到永生和力量，他们背叛了精灵，被带到一个黑暗山峰，锁上锁链，经历了饥寒交迫的折磨。最终他接受了魔苟斯的酒，臣服于魔苟斯与索隆。说完往事，阿达尔同意放掉那些人类王子的臣民，来换取索隆的下落。索隆干脆花言巧语地欺骗阿达尔放了自己，承诺会亲自去精灵城里找出索隆，交给阿达尔。于是阿达尔决定放了他，但要求他趴在自己脚下发誓效忠。索隆照做了，只是在誓言中，他用摩多之主的称号替换了阿达尔的名字。索隆又一次自由了，临走时还不忘让驯服的坐狼杀死那个施虐的芋头。听着营地传来的芋头惨叫声，索隆心满意足地离开。怪老头日夜兼程地赶往鲁恩之地，终于在夜幕中的星辰下看到了目的地。不远处的土堆上有一个会念咒语的拐棍，不对，是法杖。当他一握上去，眼前闪过一连串奇怪的画面后，他就醒了。原来这是一个他反复做的梦，而现实比噩梦还要糟糕。怪老头和毛脚族女孩诺瑞迷路了，炙热的日头下，他们一圈一圈的在戈壁里走不出去。远处戴着奇怪面具的人用破碎的望远镜偷窥他们。饥饿难耐的女孩请怪老头用魔法让枯树结出果子，解决两人缺水断粮的状况。怪老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尝试使用自己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魔法。结果一阵邪乎的酝酿，最终还是把树给炸毁了。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一个虫子窝。诺瑞开心找到了食物，烤虫子串成了两人这几天唯一果腹的佳肴了。于是在夜幕下，两人一边大口咀嚼着虫子，一边聊起想家的感觉。怪老头虽然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但他也努力发表对家乡的看法。忽然他们发现远处有光点，诺瑞赶紧熄灭篝火，他担心危险正在靠近，却没想到这只是虚惊一场。他们设了陷阱，抓住的是诺瑞的好友波比。波比带来了上一季毛脚族探路者萨道克的星座书的书页，这本代代相传独一无二的星座书是带领毛脚族迁徙定居点的导航。书页上提到了走出这片荒地的方法隐含在一首毛脚族的歌曲里。在这个提示下，他们终于走出了这片荒地，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了鲁恩之地。戴着奇怪面具的人还在追踪他们，这次面具人匆匆骑上马离开，
似乎马上要有什么行动。至高王派出卫队在灵顿周围的水域搜索艾隆，同时匆忙写信给凯勒领主，把哈尔就是索隆的事儿告诉他。至高王也告诉凯兰，自己不得不设法得到精灵3界的魔法力量，完全是因为凯兰自作主张的把索隆救了回来，而且还把他带入了精灵族内部，导致了现在的局面。所以不要以为可以得到自己的谅解和支持，只不过现在有更危急和重要的事儿要处理，暂时没有时间考虑如何处理凯兰。一席话让凯兰有些委屈，他向至高王发誓一定会把索隆消灭，并且让一切回到正轨。至高王也很期待凯兰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卫兵没有找到艾隆，至高王担心他带着戒指跑了。凯兰以自己对艾隆的了解，预测他会去找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老来销毁戒指。他猜的没错，这个人就是住在灰港的齐尔丹长老。艾隆把戒指交给了齐尔丹长老，这位长老早就仰慕凯勒领主的精湛手艺，他认为眼前这3枚戒指足以让精灵之间反目成仇，而现在艾隆与至高王以及凯兰之间的裂痕已经开始了。艾隆希望齐尔丹长老帮忙毁灭这些戒指，长老警告他，这样做会让精灵失去立足中州的最后机会。艾隆认为即便离开中州，也不能冒险让整个中州的精灵因为戒指被索隆控制。齐尔丹长老被说服了，于是告诉他可以把戒指丢到海洋与大陆交界处的深邃海沟中。这时门外马蹄阵阵，至高王和凯兰赶到了。凯兰想说服艾隆，希望艾隆相信自己，但艾隆认为凯兰的内心已经被黑暗腐蚀，对那些精灵之界魔法力量的执着就是证明。凯兰意识到没有看到齐尔丹长老的身影，长老正带着戒指驾船驶向大海。在海沟边，长老拿出装有戒指的布包，伸手丢入大海，没想到布包却轰的一声又回到了船上，似乎大海也拒绝接受这个法器。长老好奇地打开了布包，掌心里璀璨夺目的戒指让他无法移开眼神。精灵之戒丢了，维林诺的森林也一天天的腐败。至高王宣布所有中州精灵将要一起离开。就在这时，齐尔丹长老忽然到来，他竟然已经戴上了1枚戒指，并把另外2枚交给了至高王。艾隆惊呼不可以，呼声让至高王一时手滑，戒指掉落下来，1枚戒指落到了凯兰脚下。凯兰拿起戒指，仿佛受到巨大的魔力吸引，他对艾隆的阻止充耳不闻，戴上了戒指。至高王也无法拒绝地戴上了最后1枚。随着3枚戒指各得其主，埃尔达之光再次降临，阴霾一扫而光，大地焕发新芽，灵顿重获生机。艾隆欣喜之余忽然冷静下来，他注视着凯兰，欲言又止，然后转身离开。与此同时，凯勒领主正准备开始打造新的法器，忽然有人光临，据传那是南方来谈判的使者。我们并不知道索隆和至高王派出的使者谁更早到来，所以当凯勒领主看着门口出现的索隆化身的人类王子，一时间不知道是欢迎还是拒绝。好的，本集剧情就讲到这里。我感觉第1集故事就非常精彩，翻了一下烂番茄影评人评分86分，观众评分暂时没有。在这一集中，一开始就花了1/3的时间描述索隆落难的过程，其中阿尔达换了演员，化妆看起来更像一个受虐的高等精灵，颜值飙升，让我这个颜控瞬间充满好感。所以啊，论精灵颜值的重要性啊，而且在一开始大量的特效恰到好处的把魔幻故事的味道渲染的足足的，然后索隆的经历一结束，剧情就毫不拖泥带水的跳到了上一集的末尾。故事的节奏相比上一集合理很多，而且增加了不少细节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让我一口气看完了第1集，还有点意犹未尽。我特别喜欢最后一段，至高王优美的歌声伴以灵顿的树林、流水的景色、抒情的镜头，让人马上找到看魔戒3部曲的感觉了。还有凯兰那无法拒绝戒指的魔力吸引，欣喜中透露着贪婪的戴上戒指，那神情简直不要太魔戒。说点背景，本季的主要演员基本没变，凯兰的扮演者墨菲德·克拉克，索隆的扮演者目前是查理·维克斯。前面出现了一个被乱刀砍死的，就忽略不计了。
据说本季索隆还会变换成一个帅气的精灵，坐等后续。本季的导演是法国女导演夏洛特·布伦斯特伦，她执导过《猎魔人》第1季、《幕府将军》、《局外人》、《大陆饭店》等收视率不错的剧集。不过她之前执导过的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基本都扑街了，看来还是执导电视剧比较适合她。好的，第1集我们就聊这么多，我继续去做下一集了，尽快带来和大家一起欣赏。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